值得指出的是，日本每次印太派遣都会进入南海，迎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对中国进行挑衅，今年也不例外。根据海上自卫队的声明，印太派遣22编队将会停靠澳大利亚、斐济、法属新卡里多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所罗门群岛、汤加、美国、瓦努阿图和越南，穿航东海、南海、西太平洋、南太平洋等海域。期间还计划参加美国海军组织的环太平洋2022、太平洋伙伴关系2022、太平洋先锋2022等演习，与澳大利亚、印度、越南举行联演。他要就是改变自己就是专守防卫的这个政策。日本是海上自卫队要把它变成一个海军，那就要进行这种就是多国的远距离的进攻性的演习。那这样别人看待它的时候呢，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来看待了就实际上已经是在变相的突破和平宪法。所以他通过参加这样的演习呢，是间接的把自己变成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他在突破这些限制，使他的这个自卫队能力就是和其他国家的海军是相同的，或者是呢超过其他国家的海军的这种能力的在所有的演习中，环太平洋2022是重头戏。根据美国第3舰队发布的新闻稿，此次演习将于6月29号至8月4号在夏威夷群岛和南加州附近举行。26个国家的38艘水面舰艇、4艘潜艇、9个国家的陆军以及171架飞机和约2.5万名人员将参与其中。分析指出，美军的 F-35B 战机极有可能会在出云号上进行起降演练，以提升双方互操作的能力。因为美国帮助日本发展航母力量，本来就存在很大的私心。美国想要的是一种在战时能够在美国的，比如说是球衣舰被击沉之后，让自己的 F-35B 有地方去，或者讲日本方面可以在战时把自己变成美国的这个闪电航母备份，日本的 F-35B 出现在日本自己的出云号上，但是这种出现并不一定能够让日本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因为无论是飞机还是海上自卫队的很多指挥，其实现在都是操纵在美国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航母战斗群到底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目前来讲也很难说目前，出云号只完成了第1阶段的航母化改造，具备起降 F-35B 的能力，预计要到2025年后才算是一艘真航母。请教一下崔先生，出云号变身完成后，它会有怎样的作战能力呢？之前出云号的设计顶了就装一些直升机，这些直升机主要是在海上作战的话，就是反潜为主对海打击也有一些，但是能力是非常差的如果它完成第2期改装的话，那确实就会变成一艘轻型航母。那我们比照一下其他国家类似吨位这个航空母舰搭载这个 F-35B 的这个情况的话，可以推断出云机完成改装了之后，它搭载的 F-35B 数量差不多也就是10架左右，至少在西太这个区域，它的这个性能就是战斗机的性能、战斗机的数量，其实还是回事的但是呢，说多不多，说多不多是什么意思呢？你毕竟只有10架飞机，你在考虑你的妥善率你的完整任务率等等这些问题，你战时能出动的飞机很可能就不到10架了。而这10架的话就非常微妙，你到底是承担制空作战任务呢，还是对海打击呢，还是对陆打击呢？无论承担哪个任务，实际上以我的判断都不太够。它用于高烈度的海上作战，我认为它实力还是有欠缺的。出云号6月底将参加在夏威夷附近海域举行的环太平洋2022多国大规模演习，预计美军的 F-35B 将在演练中降落在出云号上。请教一下王先生，这会是怎样的一个信号？美国在日本改造航母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事实上，在日本出云号航母的改造过程中，美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出云号是否具有作战能力，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完整的运行F-35B， 包括在这个航母上完成 F-35B 的起降作业、维护保障所有的作战支援任务，而这些必须要依赖于美国作为 F-35B 的开发者这样的技术支持。而在这次的环太演习上，如果美国实施的是 F-35B 在出云号上的起降的话，美日之间的航母战斗机实现了一个协同操作的
能力构建，这也是美国的一个希望所在。因为一旦发生战事，美国希望日本的航母能够跟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密切协同，那么其中两者之间的舰载机能够互相的在各自的甲板上完成起降作业，也是一个必备的条件。